7年前，小布出生在一家农舍里，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忙着抢奶吃，唯独他望着铁笼子头疼，渴望得到自由。农夫见这条小布行为怪异，将他从狗窝里抱了出去。狗妈妈为了照顾其他的孩子，不得不眼睁睁望着小布被带走，痛苦的回忆戛然而止。小布又一次去见了心理医生，医生认为小布有被抛弃的情节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妈妈好好谈一谈。小布不愿听医生的话，因为他始终对妈妈有点恨意，苦闷积郁在心中无处发泄。小布于是开始酗酒，家人们注意到这一点，纷纷劝他少喝，小布都当耳旁风。餐桌上，克瑞斯问老爸，如果自己和梅根同时落水，他会先救谁？皮特说，问你们老妈，我有选择困难症。路易斯表示，他对儿女的爱是平等的，不管救人先后都不会改变。吃完饭，路易斯表示要去宗泉市接饺子回家。饺子在外面度假也不安分，偷摘了阿姨的项链塞进女仆的口袋，结果害得他蹲了大牢。这就是晚了10分钟给他换尿布的下场。小布主动提出要去接饺子，顺便到外面散散心透透气，否则真变成自闭狗了。路易斯对此求之不得，整天忙着照顾5个熊孩子，他连静下心来读本书的时间都没有。饺子一瞧来接自己的是小布，气得骂人都结巴了，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其实想要路易斯来接。路易斯这会儿正忙着和皮特交流感情，他买了一盘夫妻圣经的磁带，说是看完就能增进夫妻感情。另一边，小布领着饺子去机场等飞机，趁着还有时间，他一头扎进酒吧，又开始喝烂酒，还企图勾搭两边的妹子。直到飞机快起飞时，他才被饺子从酒吧里拉出来。不料只耽搁这么点功夫，他们的行李箱就被人偷走了，机票连着包一起没了。饺子想鸠占鹊巢，遇到的不是新旧玩家，没办法，两人只好住进了小旅馆，先凑合一夜。小布酒劲发作，睡成了死猪。饺子想要路易斯打电话要钱，好重新买机票回家，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老妈的电话号码，只好使出了枚举大法，希望在他试对号码前，电话不会被点爆。镜头一转，路易斯和皮特已经在卧室里关好门、拉好窗，拔了电话线，准备沉浸到教学之中。录像带一开始，里面的女讲师就要求女性离场，表示前一部分是专为男性准备的。路易斯一瞧，很是惊喜，没想到这教学玩得还挺花。皮特本来摆着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忽然看到女讲师开始脱衣服，露出胸前的庞然大物，嘴里还死鬼死鬼的叫个不停。皮特差点忍不住大喊 Holy shit， 这教学真的玩得挺花。可惜女讲师只讲到一半就收手了，表示要预定下一个录像带才能解锁更多福利。第二天清晨，饺子从睡梦中醒来，立即接到了银行的电话，说他们的信用卡被停了。饺子大叫一声不妙，把昏睡的小布拖进浴室淋醒，表示他们必须马上逃走。旅馆老板已经在外面砸门了，现在就是他们的逃单时间。两人翻窗逃了出去，路过停车场时顺手偷了一辆车。途中，小布在电话亭联系上了路易斯，本来把实际情况一讲，分分钟坐飞机就回家了。小布却拉不下脸，不想在路易斯面前丢了形象，于是谎称他们改坐火车了，3天后就能到家。挂断电话后，两人偷来的车又被警察盯上了，他们只好步行，真可谓祸不单行啊。路易斯这边刚挂完电话，就看到皮特买了一盘新录像带回家，独自躲进房间里脱了个精光。路易斯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不知道老公是抽了风还是着了道。与此同时，小布带着饺子一路搭顺风车，阴差阳错间来到了自己的家乡。他认为这是命运的启示，自己必须再见妈妈一面。农场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刚出生的狗子们叫个不停。老农夫一见小布就认了出来，毕竟会说话的狗可不多见。得知小布是来寻亲的，老农夫妇遗憾地告诉他，他的妈妈几天前刚去世，为了纪念这只在农场生活了10多年的狗，老农夫妇将它制作成了标本。小布望着妈妈的标本，百感交集。如果他早点听心理医生的话，就能赶上见妈妈最后一面。小布怀着沉痛的心情偷出了妈妈的标本，要让她入土为安。另一边，皮特又买了第3盘录像带，每一盘的价格都是前一盘的好几倍。可皮特不在乎，他只想早点看完，好平息心中的骚动。路易斯早已识破了一切，他穿上性感内衣踹门而入，小样用魅力夺回丈夫的心。皮特含泪关掉电视，开始交公粮。果然，对男人而言，得不到的才最有吸引力。小布埋葬完妈妈后，和饺子蹭上了火车回家。他们回顾过去几天的经历，说不上轰轰烈烈，但就是在这种平凡的慌乱中，两人结下了更深的友谊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，一艘飞船在航行中失事，坠落到了原哈镇。飞机上装的某种违禁货品偷偷潜入了这座平静的小镇，
第二天，2名学生在上学途中打打闹闹，其中一人失足摔倒，碰巧舔了蛤蟆一口，立即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他们沉浸在光怪陆离的幻觉中，仿佛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很快，这种入侵物种的特性就被人们发现，大家纷纷开始舔蛤蟆这种新式嗑药。皮特一家看到这个新闻后一阵后怕。路易斯说自家孩子都很懂事，肯定不会误入歧途。话音刚落，就从克瑞斯的裤子里掏出了蛤蟆。这傻大儿正躲在浴室里飘飘欲仙，被妈妈一审问，当即表示他只是替梅根保管。路易斯又去质问女儿，梅根说他只是帮朋友保管，虽然学校里的人都排挤他，但他觉得只要自己帮这个忙，就会收获大家的友谊，那样在即将举办的舞会上，他就能找到舞伴了。路易斯听得满脸心酸，他女儿活得也太卑微了。皮特决定帮梅根一把。转天，他去学校会见校长，说自己想混进学校里帮女儿交朋友。校长的条件是让他解决舔蛤蟆的问题。就这样，皮特如愿混进了学校。为了尽快和同学们搞好关系，皮特决定使出苦肉计。这些少年少女正值青春期，有些人还就吃皮特这一套，认为他是特立独行的酷哥。于是，这些人邀请皮特舔蛤蟆，皮特当场开始唱跳 rap， 劝告大家珍爱生命，远离蛤蟆舔。学生们听完幡然醒悟，将皮特封为学校里的潮流天王。女孩们纷纷争着邀请他去参加舞会。皮特这时推开众人，主动去邀请梅根当自己的舞伴。这一举动立即让梅根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各种羡慕嫉妒恨都落在他的身上。梅根这个小透明一夜之间翻了身，对老爸感激的很。晚饭时，家人们听说了此事，都夸皮特这一招玩得好。不想这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变故，校花也邀请皮特当自己的舞伴。在美色面前，皮特立即抛弃了女儿，家里人都骂他是个畜生。然而皮特我行我素惯了，管别人怎么骂，反正校花他是撩定了。小布一眼就看出皮特之所以沉迷于泡校花，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回味自己逝去的青春。他入戏颇深，面对路易斯的责备，还像个小学生一样把自己锁在卧室里，抱着枕头嘤嘤落泪，发誓要捍卫自己参加舞会的自由。当晚，皮特翻窗溜出了家，去赶赴舞会。梅根躲在房间里痛哭，路易斯安慰他说，皮特就是这样的人，虽然整天吊儿郎当没个正形，关键时候他其实还是爱家人的。在路易斯的鼓励下，梅根鼓起勇气去参加了舞会。另一边，皮特都已经拜见了校花的父母，这算是重开人生，迎来第二春。当天晚上，人们投票选舞会之王和皇后，皮特和校花以压倒性的票数获选。在接受王冠时，皮特注意到人群中满脸落寞的梅根，他的良心终于发作，当场拒绝了王冠和校花，跑去当梅根的舔狗。他这突如其来的一舔，令在场众人哗然。灯光师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找到了皮特口中的仙女，男孩们一瞧，皮特这么酷的人都拜倒在了梅根的石榴裙下，纷纷甩了原舞伴来邀请他，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梅根的自信心直接爆棚，连走路都带着风。第二天的早间新闻称，一名学生在舞会后骑车回家，不幸遭遇了车祸辞世。从此以后，皮特成为了这所学校的一代传奇。